这叫什么话呀？这像话吗？老子堂堂神帝，什么样的女人没有啊？你居然怀疑我有这方面的癖好，侮辱！这简直就是奇耻大辱！不过我相信你不会有这方面的爱好，他就留给你玩了。我还要处理神域这边的情况，就不跟你多聊了。说完之后，陈长安直接将自己的意识撤了出来，顺便屏蔽了昊天神帝所在空间的一切声音。怪物，这简直就是一个怪物！他当真是刚刚飞升之人？赵家公子这个准神境，竟然被一拳打爆了！这对方的实力，怎么着也得准神5重之上，甚至是准神巅峰吧？道地之上的境界分为半神、准神、凡神、地神、天神、真神、神将。陈长安如今所在的这个界域名为剑元界域，实力最强者乃是真神境界。此人若当真是刚刚飞升之人，前途不可限量啊！不错，他和其他飞升之人不同，这样的人若是当了奴隶，白白浪费万年时间，确实可惜了。那现在怎么办啊？让他们就这么走了吗？不行，不能让他们就这么走了，别忘了神域的规矩。对，规矩不能坏，他们如今的举动已经是坏了规矩。你别忘了，他们杀了赵家公子，赵家不会善罢甘休的。这小子就算是再强，那也不可能是赵家的对手啊！你们是打算动手吗？我乐意奉陪。看看，还得是我大哥，就算是到了神域，照样能装逼。必须的，那可是我义父。不过咱们是不是太拖后腿了？你们两个喜欢当吉祥物，我不想啊。来啊，加入我们吧！从此以后，咱们就是吉祥三宝。吉祥三宝？哎，这名字还怪好听的嘞。大嫂，你要不要加入我们？滚！好嘞。此时，四周众人听到陈长安的话，一时之间竟然也不敢立即动手了。我就不信他一个人能够对付得了我们这么多人，而且他还有同伴，那些同伴应该没有他的实力吧？抓住他的同伴，他还不束手就擒？有道理。可是我们为什么要动手呢？他走不走的，跟咱们也没有多大关系吧？这小子有些古怪，我可不想死在他手上。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呀？忘了神域的规矩了？若是有人敢拒绝成为奴隶，将会成为公敌。况且此人杀了赵家公子，抓住他，赵家岂会亏待咱们？这倒也对。有人想要动手，同样也有人不想要去参与进来。就在众人准备出手的时候，突然一道人影闪过，来到了陈长安的面前。这个人，我们神剑宗保了，他可以直接脱离奴隶的身份。神剑宗？神剑宗的人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就算是赵家，也不敢得罪神剑宗啊！难道说，神剑宗的人看上了陈长安，愿意加入我神剑宗吗？成为神剑宗弟子，你便可免去奴隶的身份。你的意思是，加入神剑宗，就可以摆脱奴隶的身份？不错，在这剑元界域，我们神剑宗还是有些地位的。解决奴隶身份的问题，并不是什么难事。我神剑宗弟子，可绝对不能是奴隶。我并非一个人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可以一起去，但最终他们能不能够顺利的进入神剑宗，这我不敢保证。不过，就算他们无法加入，也可以留在那里。毕竟，我们神剑宗是允许弟子带家眷的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大哥，你打算加入神剑宗？这不是你的风格呀。我什么风格？逍遥快活，无拘无束，这不才是你心中所希望的吗？没错。但你告诉我，加入神剑宗有坏处吗？这目前看来好像并没有。那不加入神剑宗，我们会有多少麻烦？很多。既然如此，我为什么要留着麻烦，放弃好处？大哥，有道理啊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陈长安。好。神剑宗弟子笑着点点头，随后对着众人说：若是你们遇见赵家人，记得告诉他们，陈长安乃是我神剑宗的弟子，若是赵家有任何不满，大可以来神剑宗讨个公道。我是神剑宗李慕白，就说此话，是我说的即可。李慕白？李慕白乃是神剑宗执剑锋锋主的首席大弟子，就算是放眼整个神剑宗的弟子之中，那也是排在前10的存在。我现在要带人走，诸位可有意见？不说李慕白的身份，就是他的实力，也足以让在场这些人不敢有任何的意见呢。我们走吧。好。哎呀，真是羡慕这个陈长安呐，居然能够得到李慕白的赏识。羡慕？你要是有陈长安那样的实力，你也可以得到赏识。你有那个实力吗？我怎么就没有实力了？那你也越级秒杀一位强者，让我们开开眼吧。算了，这件事情本来就跟咱们关系不大。陈长安如今是神剑宗弟子，已经摆脱了奴隶的身份，咱们也没有必要较真，不是？不错，该干嘛干嘛去吧。
反正跟咱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长安，为什么我感觉仙灵之气的消耗是原本的1倍？刚才我在和那个赵家公子交手的时候，就已经察觉到了。应该是因为我们刚来到这里还不适应，加上神域的重力也是仙域的1倍，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。你说的没错，刚刚飞升仙域的人，在神域的消耗是很大的。就算是没有危险，如果不能够快点突破到半神境界，将体内的仙灵之气转化成神力的话，当仙灵之气耗尽的那一刻，也就是他们的死期了。其实奴役万年这件事情，虽然我并不赞同，但对于刚刚飞升之人，有利有弊。最开始奴役万年，大都是集中起来从事挖矿的工作，可时间久了，慢慢的也就变了性质。这些人彻彻底底的将飞升之人当成了奴隶，以供自己的需求。虽说如今你们算是进入了神剑宗，但想要留下来，就要看你们自己的本事了。神剑宗之内，竞争同样很激烈，排名从不按照入门先后，而是实力。若你将来实力足够，我这首席大弟子的身份便是你的，甚至神剑宗宗主亲传大弟子的身份也可以是你的。以实力定胜负，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是如此。至于那什么亲传大弟子的身份，我可没有什么兴趣。在陈长安看来，神剑宗不过是自己的一个过渡，仅此而已。至于想夺什么身份地位，陈长安并没有兴趣，毕竟他不可能一直留在神剑宗。你的消耗太大，还是我来吧。回到神剑宗还有半个月的路程。见过大师兄。大师兄，这2位是？这是我招揽的人才，我先带他们去见封主。是，大师兄。怎么着？是我们3个不配吗？为啥不带我们？你们神剑宗种族歧视吗？我们不能加入？他们3个也要加入神剑宗，可他们不是陈长安的宠物吗？既然是宠物，只要陈长安加入就可以了。他们加入干什么？不用搭理他们3个，他们就是想要找找存在感而已。大黄，你们在这等着，不许胡闹。大哥，我可是正经狗，我怎么能胡闹呢？正经狗？谁家正经狗逛窑子？大哥，你怎么能败坏我名声呢？啊，对了，你说神域有青楼吗？滚！逛窑子是什么？青楼又是什么组织啊？青楼啊，应该算是福利组织吧。你们神域真没有这个东西？就是陈长安想了想，随后还是选择了用传音的方式和李慕白解释了一下。原来如此，神域确实有这种地方，不过不叫青楼。那叫什么？神域之人称之为欢乐坊。欢乐坊，这名字倒也贴切，确实很欢乐。那你去过没有？没去过，不感兴趣。哎，那你失去了很多的快乐。快乐，对我而言，变强才是唯一能够让我快乐的事情。他也并没有继续理会大黄，而是直接带着陈长安和慕云瑶前往了封主居住之地。李慕白见过封主。封主，这2位，你先别说话。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像，太像了。啥？像什么？这封主看我的眼神，怎么有点不太对劲？陈天，他又怎么搞事情了？神域他也插了一脚，这王八蛋怎么没告诉我？你叫什么名字？陈长安。你当真叫陈长安？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生来便是这个名字。你听过这个名字？只见封主并没有回答陈长安的话，随后在李慕白一脸震惊的目光之中，只见封主居然对着陈长安跪了下来。跪了？封主竟然下跪了，而且还是跪拜一个刚刚从仙域飞升的人，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我这究竟是给直剑锋拉拢了一个人才，还是拉拢了一个祖宗啊？师傅，我终于等到您了。师，陈长安现在可以肯定，这件事情绝对是陈天搞出来的。只有他才会在为我铺路的同时做一些无聊的事情。可是，对呀，时间线也对不上。这神剑宗直剑锋的封主，恐怕已经不知道活了多少年了，而陈天是100万年前出现在仙域的，怎么算都不可能跟陈天有什么关系，除非他他妈是先在神域搞完了事，然后才去了仙域。这怎么还倒着来？除此之外，还有一种可能，陈天已经将时间法则修炼到了极致，能够随意的穿梭时间。你确定自己没有认错人？不可能认错，同样的名字，同样的样貌，就连说话的声音都是一模一样的，不会错，绝对不会错。看到封主这么激动的样子，李慕白在一旁说着：“封主，这会不会真的搞错了呀？他才刚刚飞升神域，怎么可能是您的师傅？
这……你先起来，我真不是你师父。不，师父，您忘了，但是我没忘。这么多年了，我终于等到您了。您能够再回到神剑宗，这便是我们之间的缘分呐。虽然我不知道您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，可是我绝对不会认错您。师父，您当年离开之后，可是遇见了什么危险，所以转世重生了？真的一点都记不起来了吗？我，您的徒弟曹墨恒啊！起来吧，你说的事情我并没有印象，但对于你的名字，我倒是感觉有些熟悉。或许我真的是你的师傅？不是或许，您就是我的师傅。您回来真是太好了。你不再辨别一下我的身份，要是搞错了，你这神剑宗执剑锋锋主可就要成了笑话了。不会，绝对不会搞错。我怎么可能连自己的师傅都认错？那我岂不是成了傻子？你也看到了，我如今不过是刚刚飞升神域，所以我需要先修炼，尽快突破到半神境界。只不过我修炼所需确实有些庞大。你懂，师傅我懂。曹墨恒连忙将自己的私人资源拿了出来，毫不犹豫地送给了陈长安。行，看样子当年我应该对你不错。这是自然，师傅对我恩重如山。那就这样吧。不过如今我的实力，你就不要对外说些什么了，不然的话，其他人会嘲笑于你。尊师重道，天经地义，谁敢嘲笑我？若是欺师灭祖，连师傅都不肯认，那才会受人嘲笑。师傅，您不必有顾虑，只要有我在，没有人可以嘲笑你。对了，您回来的消息，我要不要告诉其他几位师兄师妹啊？还他妈有师兄师妹？什么情况啊？他们也在神剑宗？哎，师傅，您这说的是哪里话？他们当然在神剑宗啊。神剑宗宗主，包括神剑宗的七峰峰主，不都是您的徒弟吗？您一点都不记得了？你别告诉我，神剑宗是我创立的。那不是，神剑宗是您离开之后，我们几个师兄弟一起创建的，但是和师傅您创建的没有什么区别。若不是您，我们几个怎么可能有能力创建神剑宗？好，这他妈哪是加入宗门呢？这不是回家了吗？我回来的事情暂时你自己知道就好了，不用告诉其他人，过一阵子再说吧。是，师傅。哦，对了，这个小李人不错，可以重点培养。小李，这么一会儿我就变成小李了。慕白这小子，不管是天赋还是心境都很不错，实力在同辈之中也算是可以。师傅，您的眼光一向不错，既然您说要重点培养，那我一定全力以赴。这就是上面有人好办事吗？若当真如此，那上面有个人也不是不行。师傅，您看我这里如何？您来的突然，也没有为您准备什么，不如您就先住在我这里。不用，你给我安排一个地方就好，不需要多好，安静一些就可以。是，师傅。慕白，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处理了，一定要处理妥当，记住了吗？是，宗主。师傅，还有什么要吩咐的吗？没了。那我送您。不用。那师傅您慢走。想当初，我跟着我大哥，我们两个人走南闯北，纵横天下，斩过魔，降过鬼，一路无敌，碾压一切。嗨，别看你们一个个都生活在神域之中，可这阅历上，你们却不如我们。那些年，我们一起走过的风光岁月，你们没有体会过吧？没有，这般经历确实没有体会过。你快再跟我们说说，这有什么有趣的经历吗？对，太刺激了，你们的经历真的很精彩。想听吗？想。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。我累了。啊，累了？这怎么听得正兴奋呢？你怎么还累了呢？我知道了，你一定是刚刚飞升神域不久，消耗的太大了。这样，我这有点东西，你先吃点，一边吃一边聊。对，我这也有，我这有神灵丹，你先吃着，吃上就不饿了。你们这是做甚呢？哎呀，不合适，这不合适的。大黄嘴上这么说，却毫不客气地将这些人递过来的东西全都收下了。他更是直接将神灵丹吃了进去，一股庞大的能量瞬间充斥全身，先前所有的消耗不过是顷刻之间便得到了恢复。不愧是神域的丹药，效果杠杠的。你们这么热情，那我也不能扫了大家的兴致。我再跟你们说说当年我和我大哥掉落女人湖的故事吧。啊，掉落女人湖的故事，这有点刺激啊。不愧是大黄，凭借着是碎嘴
走到哪儿都吃得开。大黄负责主讲，小蚯蚓和一坨在旁边时不时的配合大黄插上几句。以前我怎么没发现他还有这个本事？我觉得就算没有你，他也饿不死。他说的是你的经历吗？虽说经过大黄的加工之后有点过于曲折离奇了，但整体上来说倒也算是陈长安的经历。你真的是曹木恒的师傅吗？当然不是。那你还承认？有便宜干不占。再说了，是他认定了我是他师傅，我可没说过我是。我只是说了一句，曹墨恒这个名字比较熟悉，我听谁的名字都很熟悉。剩下的那就让他们自己去想吧。咱们还是先过去吧。大黄这狗东西越说越离谱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大哥在仙域的时候就可以斩神了？不可能吧，就算你大哥的实力再强，也不可能是神境强者的对手啊！你这个不可信，不可信！哼，知道我大哥为什么会来你们神剑宗吗？我们可是刚刚飞升，李慕白那小子为何会如此看重我大哥？你们懂吗？那你说说，这究竟是为什么呀？彭云赵家，你们听过没有？彭云赵家，我好像听说过。我大哥秒杀了彭云赵家的一位公子，此人实力准神境。你说我大哥实力如何？在大黄说出这番话之后，四周陷入到了一个诡异的气氛之中啊！嘿，我大哥来了！你就是陈长安啊？你当真能秒杀准神境？听说你在下界的经历很丰富，你现在已经成功加入我们神剑宗，加入我们执剑锋了吗？你是不是已经……陈长安出现之后，众人也是喋喋不休，追问个不停。故事听听就好。是吗？我不信，他说的绘声绘色，我觉得是真的。我觉得他说的很真诚，不像是在说谎话。所以你真的秒杀了准神境？大哥，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，真诚大黄值得信赖。诸位，我才刚刚来到执剑锋，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，就不在这里多叨扰大家了。叨扰？不叨扰，一点也不叨扰。看样子你应该是已经加入了执剑锋，那大家日后就是同门师兄弟了，别着急走呀。对，不急于这一时。这位师弟，我也是准神境界，不如咱们两个切磋一番。想要切磋？算了吧，以免伤了和气。不会，大家不过是切磋切磋。放心，我不会伤到你的。你误会了，我是怕你受打击，从此一蹶不振。啊？受打击？难道他真的可以秒杀准神境？这你放心，我是准神境巅峰修为，应该还不至于受打击。何必呢？师弟，还请赐教。这你伤我，你这一辈子都有吹嘘的资本了。好大的口气！就算是你真的很强，也不会连伤你都做不到吧？我可是准神境巅峰，居然伤不了一个道地一重之人。师弟，别说我欺负你，我让你先出手。还是你先出手吧，不然你真的没有机会了。好，既然你口气这么大，我就不跟你客气了。只见一道剑光直奔陈长安而去，陈长安却是站在原地不闪不避，甚至连防守都没有。怎么可能？怎么会？诸位瞧见了吧？这就是我大哥的实力，现在你们相信了吧？看到了，果然很恐怖。不过防御能力很强，就是不知道攻击的实力会不会更强。对，防御强可不代表攻击强。哎呀，你们这些人呐，无知，太无知了。我大哥不出手是不想伤了和气，我大哥为人一身正气，锄强扶弱，劫富济贫，乐善好施，是心怀苍生。大家是同门，他怎么可能下得去手呢？否则的话，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，就已经败了。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？陈长安，我希望你能认真对待我们之间的切磋，不管是胜是负，我都希望你能尊重我这个对手。好，既然你已经这么说了，我若是不认真一点，确实有些不尊重。那你准备好了吗？来吧，这一次我不会再留手了。好。执剑锋弟子刚要出手，却见陈长安手指轻轻一点。怎么可能？点到为止，承让了。准神境巅峰，竟然就被他这么轻轻一指击败了。我没输，我还没输，我还能再战。你已经输了。刚刚若不是陈长安留手，你现在没机会站在这里。陈长安，你确实是个妖孽，不知道你可愿拜入我门下？什么叫拜入你门下？我看这陈长安倒是适合拜入我的门下。我可能谁的门下也拜不了了。我并非是执剑宗的弟子。不是执剑锋弟子？什么意思啊？这么优秀的人才，
难道封主竟然不准备留下来吗？封主不同意你入门吗？这我可得好好找封主聊一聊。你这样的人才可绝对不能错过了。不错，咱们几个一起去找封主。陈长安，你放心，我们绝对会让封主改变主意，留下你的。陈长安正准备解释，便看到李慕白飞了过来。见过几位长老，几位长老误会了，这位确实不是我们直剑锋的弟子，因为他另有身份。另有身份？什么意思？难道说封主直接让陈长安成为了直剑锋的长老不成？这恐怕有些不合规矩吧。慕白，封主是打算让陈长安成为我们直剑锋的长老吗？是外门长老还是内门长老？都不是。你这小子有话就痛痛快快的说完，到底是什么身份？你别告诉我封主退位让贤了，这我可不答应。几位长老，你们放心，封主的位置并没有换人。那你倒是快说呀，你小子什么时候学的说话如此磨磨蹭蹭的？那我可就说了，这位乃是封主的师尊，也就是说他是我们直剑锋的师祖。诸位过来拜见师祖吧。师祖？这小子是封主的师尊还是直剑锋的师祖？你这小子如今怎么也学会满口胡言乱语了？这种事情也能拿来开玩笑吗？这个玩笑一点也不好笑。慕白，你怎么如此没有分寸？几位长老，你们觉得我会开这种玩笑吗？我李慕白便是如此不分轻重之人，这话可不是我说的，而是封主说的。若你们不信，可以去问问封主，此人确实是封主的师尊，同时也是我直剑锋的师祖。本以为是个新入门的弟子，结果人家的身份直接他妈爬到最顶端了。曹墨恒和宗主以及其他几位封主是师兄弟的关系，在这神剑宗并不是什么秘密。他是曹墨恒的师尊，岂不是说这他妈哪里是直剑锋的师祖，这明明是整个神剑宗的祖宗啊！师祖，先前我们不知道您的身份，都有得罪，还请您不要介意。对，我们并不知道您的身份，既然说出了要将您纳入门下这等大逆不道的话，还请师祖见谅。不知者无罪，我岂会跟你们一般见识？师祖，居住的地方我已经安排好了，我带您过去。好。离开之时，李慕白突然想起了什么，于是对着众人说：宗主吩咐，师祖的身份暂时不要透露，除了直剑锋之外，任何人都不要透露。这好，我们知道了，保证不会透露。这样一来，师尊就可以一直待在我这直剑锋了，日后让那几个家伙好好羡慕去吧。我真是太聪明了。师祖，时间上有点赶，所以只能够先给您安排在这里了。不过这里比较安静，不会有人打扰，您看还可以吗？不错，这里很适合。师祖，你们如今来到了神域，所修炼的功法是否应该更换了？功法似乎确实应该更换一下了。那么直剑锋有神书阁，以您的身份，可以随意在里面挑选功法和武技，需不需要我先带您过去？暂时先不用了，他们修炼的功法，我还是给他们量身打造吧。量身打造？什么意思啊？这玩意儿还他妈是能够量身打造的？师祖，您的意思是创造出适合他们的神级修炼功法吗？尝试一下。我也刚来神域不久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创造出适合在神域修炼的功法。这就是真正的强者吗？就算没有功法，都可以自己创造出最适合自己的。不愧是师祖，弟子拜服。那弟子便先行告退了。好，你先下去吧，有事我会去找你。是，师祖。大哥，你有病！滚蛋！大哥，你一定是得了一种不能当小弟的病。你仔细想想，太玄界也好，太古仙域也好，就算是到了如今的神域，你都没有当过小弟。你这次有什么情况？怎么直接就成了师祖了？我还以为这一次你终于要当个小弟，当一个普通弟子，然后惊艳所有人，结果你直接先把我们给惊艳了，这也太神奇了吧！走到哪都能当祖宗。大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不知道。因为我优秀。啊？没事，大哥说的对，大哥最优秀了。长安，你先说说你的打算吧。如今我们已经到了神域，接下来要怎么做？你真的有办法帮我们创造出适合我们的神域功法吗？你毕竟还没有突破到神境，会不会出问题啊？有些时候并非境界的问题，而是智慧的问题。虽然我并没有突破到神境，可来到神域之后，我已经感受到了神域这种神力的存在。我是有绝对把握才会这么做的。我可能需要几天时间，帮你们3个将功法创造出来。至于一坨用不着，它吸收能量就可以了。对了，大黄你和小蚯蚓，你们2个人不是有传承记忆吗？你们的记忆之中就没有什么神级修炼功法吗？大黄的传承记忆并没有和神域相关的，
至于小蚯蚓，他觉得自己应该有，可就是想不起来。没事，没有也没关系。来，我这里有从曹墨恒那里搞到的资源，这是下品灵石，你们先试试，看能不能够吸收炼化。陈长安分给慕云瑶他们一人一枚下品神石，想要看看他们是否能够吸引里面的神力，并且转化为自身的能量。慕云瑶他们尝试了一下，可以吸收，只不过吸收的很少，并且炼化的过程也比较久。这和他们没有突破到半神境，体内能量没有转化为神力有关。看来这神石暂时用处不大，我再看看别的。这里面的丹药也是不少啊。大黄，你刚刚吃的神灵丹对于修炼有没有帮助？有，虽然我们现在吃的有点浪费，但是还是有点帮助的。我估计突破到半神境之后，应该用处会更大。好，先分你们一人3颗神灵丹，你们先用着，等我创造出功法之后，再看情况而定。哎呀，我真是太聪明了！我怎么会这么聪明呢？师尊也许会因为有我这般聪慧的弟子而开心吧。自从得知陈长安要自创功法的那一刻，曹墨恒就知道自己必须要做点什么了。于是他偷偷的在执剑峰布置了一道阵法，目的便是将这里的一切完全隔绝。当陈长安开始自创功法之后，执剑峰之内无数的神力汇聚到了陈长安居住之所。只不过这么大的动静，师尊究竟自创了什么样的功法？啊，好像要打雷了。不会是要下雨了吧？下雨？你怎么想出来的？这他妈明明是要下冰雹！冰雹是什么？冰雹就是……你们两个别扯淡了，恐怕这是陈长安创建功法所引起的。师母，师尊创造的是什么功法？怎么会引出神罚？莫不是师尊创造出了绝品神级功法？我也不知道他创造的是什么功法，神级功法的等级都是什么？神级功法一般是下品、中品、上品、极品、绝品以及超神级。自创功法的本就不多见，但也不是没有。我曾就听闻有人自创了极品神级功法，但是也没有出现过神罚，所以我怀疑师尊自创的功法怕是达到了绝品，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。绝品神级功法，这……曹墨恒此时都变得紧张了起来。放眼整个剑元界域，绝品神级功法恐怕都没有多少。不对劲，太不对劲了！这神罚的威力怎么还在增加？与此同时，神剑宗宗主以及其他6峰的峰主也被执剑峰这边的动静吓了一跳。执剑峰的上空怎么会出现神罚？曹墨恒这匹夫怎么还布置阵法将执剑峰隔绝起来了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难不成这老匹夫要突破了？不对呀，突破到真神境不是没有神罚吗？不行，我得去执剑峰看看什么情况。这个老匹夫究竟在搞什么呀？师兄，不如咱们联手破了二师兄的阵法吧。好，那咱们就……神剑宗宗主的话还没有说出口，便看到曹墨恒将阵法解除了。下一刻，他出现在了几个人的面前。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你们执剑峰怎么会出现如此恐怖的神罚？这件事儿吧，说来话长。那你就长话短说。好，师尊回来了，而且在自创功法，这神罚便是师尊自创功法所引来的。此话一出，神剑宗宗主以及其他6峰峰主都愣住了。师尊回来了，师尊竟然回来了！曹墨恒，你个老匹夫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呀？师尊归来，如此重要的事情，你居然瞒着我们，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啊？二师兄，平日里面我们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吧？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呢？咱们之间这么多年的情谊，你居然瞒着我们！你可知道，我们对师尊也是十分想念。现在不是你们讨伐我的时候，师尊应该是转世重修了，刚刚飞升仙域，只有道地修为。你们觉得师父能够抵挡得住这神罚吗？师尊竟然转世重修了，吩咐下去，开启神剑宗护宗大阵，绝对不能让师尊受到任何的伤害。神剑宗可以覆灭，咱们也可以死，但师尊绝对不能有事。想要开启护宗大阵，我们必须回到自己的地方，同时开启。只不过，护宗大阵真的能够抵挡得住这神罚吗？就算抵挡不住，也要抵挡，总不能看着师尊刚刚回来就要离我们而去吧？不错，就是拼了命也要保护师尊的安全。既然如此，那咱们就竭尽所能吧。好，我们……就在众人准备回去开启护宗大阵的时候，陈长安的声音却传了过来：“不用了，这神罚我自己对付。”师
师尊在上，请受弟子一拜。说罢，几个人齐齐地跪了下来。你们先起来吧。记住，我陈长安的弟子无需跪拜任何人，包括我。师尊，你这是自创了什么样的功法？怎么会引来神罚呀？什么功法？我自己也不清楚。但是这3种功法是同时创造出来的，或许是因为这样，才会引来神罚吧。3种功法同时创造，这太离谱了吧！一心3用，还能够创造出引动神罚的功法。师尊，这神罚威力十分恐怖，您如今的实力，当真能够抵挡得住吗？神罚虽然恐怖，那还有比它更恐怖的存在。此话一出，曹墨恒等人都是一愣。没错，比神罚更恐怖的存在，便是我大哥。大哥，这条狗竟然是师尊的小弟，那不就是他们的口书了？不对，这条大黄狗有些不对劲儿。虽说外形是条狗，可总感觉它似乎并不应该如此啊。可究竟是什么，他们却也没有办法短时间判断出来。师尊，神罚如此恐怖，您当真能够应付得了吗？能不能，你们很快就知道了。话音未落，陈长安纵身一跃，直接向着空中飞了过去。师母，师尊他当真可以吗？师母，这位竟然是师母，见过师母。穆银瑶也是十分平静地点了点头，随后说着：“长安从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情，他说可以，就一定可以。”天空之中，神罚还在继续凝聚能量。如今，整个神剑宗都因为神罚的出现，笼罩在了一个恐怖的氛围之中。就在众人充满惊慌和恐惧的时候，神罚终于落下来了。感受到神罚的威力，陈长安的表情虽不能够用凝重来形容，但也十分的认真。这么久以来，我还是第一次感受到这种压迫感，希望你不会让我失望。好可怕的神罚呀！若不是师尊承受了神罚所有的威力，就凭借刚才这一击，神剑宗怕是要被夷为平地了。师尊竟然挡住了，不愧是师尊，虽然如今修为只有道地境界，但是凭着肉身，竟然就阻挡住了这恐怖的神罚。我就知道，师尊当年的实力绝非我们想象的那般。你们说，师尊当年全盛时期，修为是不是已经达到了神王？若不是神王，难不成是神王之上的强者？算了，现在研究这些并没有意义。别说神王，就是神将，都足以在剑元界域横行无忌了。就在众人议论之时，神罚再次降临。当神罚再一次落下来的那一刻，陈长安突然开始大量的吸收神罚之中所蕴含着的能量。看到这一幕，曹墨恒等人彻底懵了呀！什么情况？师尊这是要做什么？他居然任由神罚的能量进入到自己的身体中，他这是疯了吗？我操！大哥这是玩啥呢？看起来好像还挺过瘾的。那你也去试试。哎，算了，我可没有我大哥那么变态，我去骨头渣子都剩不下。如果我没有猜错，长安是想要借助神罚的威力，将体内的仙灵之气转化为神力。陈长安一边运转功法，想要将体内的能量转化为神力的同时，竟然还在更改所修行的功法无上剑地诀。很显然，陈长安也想要将自己所修炼的功法进行一定程度的加强。这神罚到底有多少？怎么还不停下来？你们有没有发现，师尊所散发出来的能量，似乎已经开始慢慢的转变为神力了？发现了，看样子师尊竟然真的将体内的能量转化成功了。不可思议，实在是不可思议。这有什么不可思议的？这是咱们的师尊，没有什么事情是他做不到的。如果有，那只是因为事情没有发生在师尊身上罢了。我说，咱们不是应该担心一下师尊的安危吗？担心？哼，你觉得师尊像是有事的样子吗？这，你看看，师母都不担心，甚至，他们怎么还吃上了？哎，你们吃点吧。我们就不吃了。你们这样是不是有点不太好呀？不好？哪里不好啊？你们不懂。就这么说吧，跟在我大哥身边，我就不知道什么叫对手。人也好，妖也罢，哪怕是这所谓的神罚，不过就是我大哥成长路上的助力吧。该吃吃该喝喝，啥事别往心里搁。我大哥硬朗着呢。啊，硬朗着呢，这词儿合适吗？神罚是不是要消失了？师尊成功度过神罚了，好强的压迫感！师尊不过是道地境界，竟然让我感受到了压迫感，不愧是师尊，哪怕转世重修都如此逆天。你们说，师尊修为虽是道地境界，可实力会达到什么程度？这不好说，但是我感觉凡神境界应该不是对手。我也有这样的感觉。师尊的实力有多强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，
剑元界域之内，绝对无人能够伤害师尊分毫。这还用说？剑元界域之内，谁的实力能够强过神罚？恭喜师尊成功转化神力，并且突破到道地9重修为。恭喜师尊，师尊威风不减当年，强无敌。面对众人的夸赞，陈长安笑着点了点头。这几个人怎么会如此有眼光，说话这么动听？看见没有，大哥就爱听这个。你们两个学着点儿，这都是知识，以后用得到。为什么？嘿，大哥舔得好，福利少不了。哎呀，我让你们学，你们就学，我还能害你们不成啊？大黄哥说的有道理，不愧是天下第一舔狗。过奖了。我这边还有点事情，接下来我要开始修炼，准备突破到半神境界。你们还有事吗？没事的话就先回吧。啊，师尊，您回来这可是大事啊，怎么着也得安排一个隆重的欢迎仪式吧？我们也好和神剑宗的其他弟子好好的介绍一下您呢，要不然哪个不开眼的再冲撞了师尊，那可就是我们的罪过了。哎，对，师尊，修炼之事也不急于这一时，不差这2天了吧？放心，不需要太久的时间，先突破再说。对了，我要修炼，你们是不是得表示表示？表示？哎呦，瞧我这脑子！师尊刚刚重返神域，修炼当然缺资源，我们应该主动奉上，怎么能够让师尊先开口呢？师尊见谅，我保证，绝对不会再发生这种事了。不错，非常不错。这徒弟有觉悟，孝顺。陈天这个人虽然不怎么样，极度猥琐，又无耻下贱，但在收徒这方面，眼光还是不错的。行，你们先回去吧，放心，突破而已，用不了几天。好吧，那师尊，我们就先行告退了。好，快点走吧，这又不是你们的地方。你也走。好的，师尊。大师兄，咱们是不是有件事情忘记说了？你是说小师弟的事情？是啊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也不知道他如今身在何处，是生是死。哎，算了，莫恒不是说了，师尊如今转世重修，很多事情都记不得了。他刚才没问小师弟的事情，应该是不记得了，就暂且先不告诉他了吧。这，好吧。云瑶，我先将你的功法传授给你。啊？什么玩意儿？云瑶？不是，我刚刚听到了什么？大哥，你啥时候改口叫大嫂名字了？你们俩背着我们，是不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了？你告诉我，什么叫见不得人的勾当？哎，就是那个需要背着人，然后2个人勾在一起的。我错了。大黄原本还想要郑重其事的想办法解释一下，可当看到慕云瑶那要杀人一般的目光之后，他干脆直接跪了下来。大黄哥，能屈能伸大丈夫。不错，看大黄哥这跪下的姿势，多威武霸气，动作多么的丝滑流畅。大黄哥真不愧是。你们2个要是他妈不会舔，就别硬舔，可以吗？滚一边打去。学的不对吗？学的没问题，可是你们能不能看清楚情况再舔呢？这是舔的时候吗？你说让我们学，我们这不就学以致用了吗？可你他妈也没说要分场合呀。我也好奇，你什么时候改口的？来了神域，有了地位了，叫师傅委屈你了？不委屈，那怎么能是委屈呢？不过，咱们如今这不是关系不一样了吗？叫云瑶亲近，而且别人一看就知道咱们的关系不一般。我这不是对师傅你放肆，而是要正式确定咱们的关系。大哥，你啥时候对你师傅放肆了？咱们天天在一起，我咋……给我滚！你们2个把他的狗嘴给我捆住，在我没有同意之前，他敢说出一个字，你们2个就陪他一起吧。按住，快点按住，这种机会不多，可别错过了。放心吧，我狠狠地按住了。他们3个虽然大黄一直都是充当着大傻的身份，但论起实力来，大黄应该排在第3。你们2个王八蛋，是不是以为按住我的嘴我就不能说话了？你们给我等着！糟了，怎么忘了他还可以传音了？这要是说出来一个字，陈长安还不得收拾他们2个呀？动手！砰砰2声巨响传来，让陈长安和慕云瑶都是一愣。真想死手啊！只见大黄翻了一个白眼儿，然后直接躺在地上昏迷了。你们2个不满意现在的排名，打算篡位了？义父，这狗东西会传音，不出手不行了。是啊，大哥，我们也是没有办法，权宜之计，权宜之计。死没？没有，还喘气儿呢。大哥放心，先传授功法吧，咱们尽量快一点提升修为。好。随后
陈长安手指轻轻一点，便将功法传授到了慕云瑶的脑海中。这功法真的很适合我。陈长安量身打造的功法，慕云瑶几乎是瞬间便融会贯通，而且他发现这功法十分适合自己的暴力。你这功法有名字吗？还没有，你想自己取名吗？我觉得“爆”这个字很符合你创造的功法。这功法所凝聚出来的能量，爆发出来十分恐怖，而且出手的速度越快，次数越多，爆发出来的威力也会成倍的增加。我打算叫它“爆神诀”、“神爆诀”。不好听啊。师傅，你是想不出来什么好听的名字了吗？不如我帮你取一个，爆你老母怎么样？啊，这是什么鬼名字啊？谁家给功法起名字这么起的？这就是你起的名字？你自己听听，这好听吗？师傅，这还不够霸气吗？别人问你功法叫什么名字，你直接告诉他，爆你老母，多有威慑力啊！哼，你是怕我死不了是吗？这名字说出来，威慑力有没有我不知道，但绝对拉仇恨。陈长安，你是外面有人了吧？转眼已经过去了7天的时间，都准备的差不多了，师尊还没有突破吗？没有，师尊还没有突破。不过，师母的修为突破到半神境5重了。这才7天半，半神境5重了。虽说这半神境不难突破，可这速度未免太快了吧？师母竟然也如此妖孽！看到众人震惊的目光，曹某恒的心里面也舒服多了。他这几天一直都是这般震惊的心情啊。神剑宗宗主等人原本已经准备了对陈长安的迎接仪式，顺便将陈长安的身份公布出来，让所有神剑宗的弟子参拜。可没想到来到执剑峰之后，竟然发现了如此惊人的消息。那现在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等吧。行，那你们先走吧。师尊他们结束修炼的话，我会通知你们的。闲来无事，师弟咱们也许久未聚了，招待招待我们，你应该不会介意吧？抱歉，我的东西都送给师尊了，没有东西招待你们。没东西？你的东西是送师尊了，你们执剑峰还没有吗？怎么会如此小气啊？反正师尊不出关，我们几个是不打算走了，你自己看着办。招待也得招待，不招待也得招待。别这儿那的了，赶紧准备准备吧，喝点儿。滚！你们都给我滚！没完了是不是？半年了，你们都他妈在我这儿待了半年了，宗门大事不管了，弟子修炼不管了，要不就他妈原地散伙吧。你看看你，这么多年了，这脾气就不能改改？我们这不是怕你孤单，陪陪你吗？放屁！你们他妈是为了陪着我吗？还不是为了等师尊呢？你当我是傻子？那没办法，谁让师尊留在了你执剑峰啊？再说了，当初你瞒着我们师尊回归的消息，我们还没找你算账呢，你喊个屁！好，是死你们几个王八蛋的！行了，看你这小气的样子，师母他们结束修炼了，咱们要不要过去拜见一下？拜见一下吧。我也很好奇，他们是怎么在半年之内将修为突破到这般境界的。半年时间，慕云瑶竟然直接将修为提升到了准神境巅峰。嘿嘿，咱现在也是准神境了，这回应该不用当吉祥物了吧？做梦吧你！知道我们修炼的目的吗？不知道。我们修炼的目的是为了不会被大哥甩得太远，能够一直跟在他身边混日子。你真以为咱们修炼是为了打架的？大哥哪次打的不是高端局啊？你觉得你这点实力能够掺和？大黄哥，还得是你看得通透啊！废话，虽然陈长安是我大哥，但我是你们大哥，不通透怎么当大哥呀？你们是吉祥物，我不是。大嫂怎么可能是吉祥物呢？大嫂可是大哥的心肝小宝贝儿。这话留着给你那些青楼的小宝贝儿说吧。再敢让我从你口中听到这几个字，我扒了你的皮。神域的青楼应该别有一番风味吧？若是有机会的话，定要去开开眼界。长安，大哥，不错，看来你们的进展也很快。可惜我的修为突破到半神境巅峰之后，没有办法继续了。没有办法继续了？怎么会这样？是遇到什么瓶颈了吗？不是，是资源不够了。神剑宗宗主等人刚刚来到陈长安住处的时候，便听到了这句话。此时众人对视一眼，彼此的眼神之中都充满了惊讶。他们给了多少资源，他们心中很清楚。虽不能说很多，但这些资源足够一个人修炼万年之久，应该没问题。见过师尊，见过师母。我呢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不拿我当回事啊？见过狗叔。啊，这还差不多。狗叔，这他妈什么称呼啊？你们来的正好。没资源了，你们那儿还有没有？师尊，我们想想办法吧。你们神剑宗在这剑元界域之内
应该也算是不错的吧？就这么点资源，那你们怎么发展的？师尊，我们给您丢脸了。没事，不就是资源吗？既然咱们没有，那就抢。师尊，我们早就已经准备好了。您此番回归，总要有个仪式，对不对？不然的话，神剑宗的其他弟子并不认识您，以免以后他们再冲撞了你。听到这话，陈长安点了点头，并没有拒绝。突然，大黄毫无征兆地拍了一坨脑袋一爪子，不仅仅把一坨给拍愣了，陈长安等人也是一脸疑惑的表情啊。哦，我就是有什么事情忘了，大哥，怎么忘了个人呢？忘了一个人。听到大黄的话，陈长安也是心头一动，好像还真的忘记了一个人。忘了就忘了，你打我干嘛？顺手的，反正你也扛揍，怕个屁呀！没打在你身上，你当然不怕。你他妈别以为我忘了你半年前打我那一下。没事，我不疼，一点也不疼。沈沐舟，咱把沈沐舟给忘了。同一个地方飞升的人，会出现在同一个界域之内吗？应该差不多，很少的概率会出现在其他界域。好，那麻烦你们一件事情，大概在也就是我们飞升之前不久，有一个叫沈沐舟的人也飞升了，寻找起来会不会很麻烦？师尊吩咐，怎么可以用麻烦这两个字？应该不会难寻找，我这就派人前去打听这个沈沐舟的下落。好，那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们了。是，师尊，那我们就先去准备欢迎仪式了，明天举行，如何？可以。师尊，那弟子们便先行告退了。好。神剑宗宗主等人离开之后，大黄有些好奇地看向了陈长安。大哥，你说沈沐舟如今在干什么呢？我也很想知道，他是端屎呢，还是端尿呢？又或者会不会被什么有特殊癖好的人抓去当了男宠？那他岂不是很快乐？他一脸猥琐的笑容，看得慕云瑶只想踢他一脚。我可什么都没说，我是无辜的。看到慕云瑶那冰冷的目光，陈长安连忙是撇清了关系。那是大黄，他心最脏。你们两个半斤八两，谁也别给谁甩锅。听到这话，陈长安连忙转移话题。休息一下吧，明天还有重要的仪式呢。好。你跟过来干嘛？休息啊。休息？你，这小子是想要跟我一起休息，还真是过来干来了。你要在我这里休息？当然了，咱们现在不是关系不一般了吗？当初在小云天，你不也说了，成亲不过是一个仪式，不成亲也是可以生娃的。既然要生娃，那咱们得切磋不是？行，你跟我进来吧。啊？慕云瑶答应的这么痛快，这倒是让陈长安有些意外啊。可为什么感觉哪里不太对劲儿呢？云瑶，你怎么不吃结界了？没什么，你也不想声音传到外面吧？有道理。来，切磋吧。切磋可以，不过你撸袖子干什么？当然是要干点什么。一炷香之后，陈长安垂头丧气地从房间之中走了出来。看到陈长安出现，大黄他们三个连忙走过去，一脸好奇。大哥，咋的了？刚刚里面发生了什么呀？为什么我们听不到任何的声音？没什么，就是跟师傅巩固感情。巩固一下感情？大哥，不应该呀！就你如今的实力，还不得来个霸王硬上弓？你懂屁啊！这叫情调，懂不懂？算了，说了你也不懂，你知道个屁！你懂什么叫爱情吗？爱情？那是啥呀？有青楼有剧吗？我只知道无爱即是神，爱情是我前往青楼道路上的绊脚石。大黄哥，真理呀！唉，世人对我有诸多误解，但我从不为自己辩驳半句。你可知为何呀？为何？我欲何为，与世人无关。而此时，小蚯蚓和伊陀看向大黄，感觉大黄的身体在散发着耀眼的光芒。原来我一直都误会了大黄哥，他竟然是如此优秀之狗。是啊，我们都误会他了。难怪这三个货能玩到一起去，真优秀。你们两个怎么不跟我出去啊？你们是不知道，我这几天过得那叫一个自在。你们在干嘛？当大黄回来的那一刻，原本还很好奇小蚯蚓和伊陀为什么不跟自己一起出去玩耍，却发现这两个家伙居然在趴墙根儿。什么情况？大哥又进去挨揍了？3天了，义父已经进去3天没有出来了。我们两个听了3天，愣是一点动静都没有。你说他们在里面做什么呢？3天，都进去3天了，不对劲儿，这不对劲儿啊！大黄也连忙跑过去，
以他对慕云瑶和陈长安的了解，要是没有发生什么，不可能3天这么久啊。无奈之下，大黄他们只能够继续趴在那里，等待着第一手消息的到来啊。这是干嘛呢？别吵，3个月了，我觉得胜利就在眼前了。3个月？什么意思啊？神剑宗宗主一脸懵逼，不过也并没有多想，而是问着：“师尊呢？里面呢？里面呢？”神剑宗宗主先是一愣，随后便反应了过来：“师尊师母在里面，你们这样有点不合适吧？”“你不好奇吗？”“好奇什么？师尊师母在里面，做什么不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吗？”“对呀，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？”“那他们这3个月岂不是浪费时间，失去了很多的快乐？”“大黄，我是不是应该给你弄个笼子了？”“笼子？大哥，又不是只有我一个，为啥只给我笼子呀？”“因为你是他们2个的大哥。”“啊？当大哥还有这风险吗？大哥，我这不是关心你吗？大嫂呢？累了？你说说你，一点也不怜香惜玉。好家伙，3个月，这床能受得了吗？”大黄的话说完之后，陈长安直接赏了他一记大飞脚。“有消息了。”“是，师尊，那个叫沈木舟的人，我们找到了，不过没有办法把人带回来。”“以神剑宗的实力，没有办法把人带回来。这小子是被什么人抓走当奴隶了？他的主人很有实力。”“他是被抓走当矿工了，而他所工作的是一座中品神石矿，归属者乃是剑元界域的天神阁。”“天神阁？你们几个都是天神境界，害怕这一个天神阁？难不成这天神阁还有更强的人？”“天神阁的实力确实很强，但正常来说，这个面子他们应该会给。可当年我们和天神阁之间闹得有些不太愉快，所以天神阁不会给神剑宗这个面子的。”“闹得不太愉快，也就是说，只能把人抢回来了？”“不好抢，天神殿的人特别重视这座神石矿，负责看守的强者很多，要不然的话，当时我们神剑宗的弟子就动手了。”“很多强者，无妨，强者再多，还是要看谁的实力更强。”“师尊，就你们几个去啊？这太危险了吧？”“没事，你不是说了，天神殿的实力之所以强，是因为天神境巅峰的强者很多吗？天神巅峰而已，没什么担心的。对了，咱们神剑宗有神石矿脉吗？”“神石矿脉？神剑宗确实也有自己的神石矿脉，但这东西谁会嫌弃多呢？师尊，这多多益善呢。”“行，我知道了，等着好消息吧。如果有可能的话，准备接收整个天神阁的资源。”“我去，这就是师尊的实力所带来的底气吗？这是要吞并整个天神阁？”“师尊，既然是这样，我们都去吧，将神剑宗的精锐全都带过去，你看怎么样？”“去那么多人干嘛？天神殿的资产应该很多吧？不仅仅是这一个神石矿脉，我到时候会一步一步都抢过来。你们等待消息，随时去接手就可以了。”“废物，一群废物，这么点工作都做不好吗？之前你们不是很狂吗？不是都觉得自己是人中龙凤，不可一世吗？拿起你们手中的工具，给我好好的工作。看见那边没有？那些人就是因为不好好工作，所以才落得身死的下场。我不管你们以前是什么人，什么样的身份，在这里，你们只有一个身份，奴隶。我说的话，你们记住了吗？”“记住了。”“大点声，我听不见。”“记住了。”“大哥，怎么停在这里了？不直接过去吗？”“这一次我之所以带你们过来，主要是想让你们锻炼一下实战。毕竟来到神域之后，你们都没有实战过，所以一会儿你们先动手，你们练手结束之后，我再来解决。”“好，我知道怎么做了。大哥，让我先出马吧。”“好，那就你先吧。”“嘿，孙子，你大黄爷爷在此，何人胆敢一战？”大黄冲过去大吼一声，让天神阁的人都是一愣啊！一条修为只有准神境9重的大黄狗，跑到这里来撒野来了。大黄来了！我操，有伴了！大黄怎么会跑到这里撒野，甚至是挑衅？难道大黄是来救我的？准神境9重而已，竟然也敢来到这里闹事，不想活了吗？”就在天神阁弟子准备动手的时候，陈长安几人也出现在了大黄的身旁。“组团来受虐的，呵呵呵，真是可笑！以为多了2个人，还有一个小娃娃，一只王八，就能改变什么吗？实力最强的也不过是准神境巅峰罢了，还有一个半神境巅峰，哼！就凭你们也敢来我们天神阁的地方闹事儿？既然敢来，那就都留下来吧！”然而下一刻，慕云瑶和大黄他们3个已经向着天神阁弟子冲过去。只见慕云瑶一拳轰出，天神阁凡神境3重弟子竟然直接倒飞而出。“怎么回事？
你怎么这么大意？不是我大意，他的实力好强啊！刚才那一拳，我感觉到一股十分恐怖的实力冲了过来，而且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我感觉那个实力在触碰到我的那一刻瞬间爆炸了，而且不是只爆了一次，在我的身体之中足足爆了3次，一次比一次强。我靠！妈的，我就不信真的这么邪门！我来。当天神阁这边出动了一位地神境强者的那一刻，陈长安毫不犹豫地动了起来，一拳，同样是一拳，陈长安直接将对方给击飞了出去。没得玩了，办正事吧。下一刻，天神阁5位天神境强者已经出现在了陈长安他们的面前。你们2个师承是谁？来到我们天神阁的矿场，究竟为了何事？有个朋友被你们的人抓到这里当奴隶，我是来接他离开的。奴隶？听到这话，5位长老都是眉头微皱。你倒是够义气，为了一个朋友就敢大闹我天神阁的地方，你知道后果会如何吗？知道又如何？不知道又如何？小子，你有种！这样吧，我也不为难你，你们2个加入我们天神阁，那咱们就是自己人。到时你想让你的朋友摆脱奴隶的身份，那还不是轻而易举？你这般大闹一场，难不成想要凭借着空口白牙就想要将人带走？这要是传出去，我们天神阁脸面何在？你说的挺有道理，可我是神剑宗的人，这可怎么办？此话一出，天神阁5位长老的脸色瞬间一变。神剑宗的人，看来找人是假，闹事才是真吧？真是没有想到，神剑宗居然会有如此优秀的天才。你们神剑宗还真是没有瞧得起我们天神阁呀！就凭你们2个人也敢来此闹事，当真以为我们不敢杀了你们吗？找人是真，闹事也是真，最主要的是，你们这矿场，我看着不错。小子，神剑宗明显没有将你们2个人的性命放在心上，不如弃暗投明。来了我天神阁，我可以保证，我们天神阁会全力栽培你们。神剑宗给我的，你确定你们天神阁都可以给我吗？难道你认为我们天神阁还不如他神剑宗吗？他们能给你的，我们天神阁同样可以，甚至只多不少，这一点你可以放心。好，那我可说了啊，神剑宗资源任由我支配使用，你们天神阁做得到？可以，我相信阁主不会反对这一点。你这样的天赋和潜力，值得拥有这样的待遇。好，看来你们天神阁还是很有诚意的。不过接下来这件事情，神剑宗做得到，你们天神阁未必做得到。笑话，我就不信有什么事情是他神剑宗做得到，而我们天神阁做不到的。小子，你也太小瞧我们天神阁了吧？那你就听好了，神剑宗宗主包括七峰峰主拜我为师，神剑宗尊我为师尊，神剑宗以我为尊。不知道你们天神阁阁主是否愿意拜我为师？你们天神阁又是否愿意以我为尊？妈的，被耍了！小子，看来你是真的想找死了是吗？就凭你，神剑宗以你为尊，简直是个天大的笑话。难不成如今的神剑宗已经落魄到这般田地了？少跟他废话，我给他点颜色看看，恐怕他不知道死字怎么写。然而对方的话刚一说完，慕云瑶以及大黄他们3个毫不犹豫，以最快的速度排成一排，站在了陈长安的身后。这般操作看得天神阁众人也是一愣啊！躲在身后就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，简直可笑，不堪一击。天神阁一位长老直接随手一挥，长老竟然亲自出手了，这小子死定了！天神阁成员正在得意地议论着。然而当他们看到陈长安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的那一刻，所有人都仿佛是石化了一般。不可能，怎么会这样？这小子身上一定有什么了不得的宝物，应该是防御类的神器。这种东西挡得住1次，恐怕未必挡得住2次、3次。小子，神剑宗果然对你不错，这样的防御类神器都送给了你。可神剑宗的东西怕也护不了你一辈子，我倒要看看你能够挡得住我几招。这些人还真是小瞧了我，就我这身体，是神器能够比拟的存在吗？天神阁长老这一次施展了浑身解数，全力出手。然而不管对方如何攻击，陈长安都是屹立不动，脸上的淡淡的微笑便是对敌人最好的嘲讽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
神剑宗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神器？这绝不可能！你们还真是无知，神器那种东西，我需要吗？实力弱就是实力弱，不要给自己找借口。放屁！也不过半神境巅峰的修为，若是没有神器，你怎么可能抵挡得住我？少往自己脸上贴金！呸！贴金？这你还真是大言不惭！我大哥神罚都奈何不了他，你算个屁呀！大黄伸出狗头嘲讽了一句之后，连忙又缩了回去。神罚！大黄的话让天神阁5位长老都是心头一震。我看你们几个人的实力也不错，这样吧，不如你们加入我神剑宗如何？我保证，加入神剑宗，你们绝对不会后悔。这是一个机会，我希望你们把握住。啊，范拉拢，这小子还真他妈是个疯子。天神阁和神剑宗，只要是聪明人，都是知道如何选择。加入神剑宗，开什么玩笑？你还真是神剑宗的忠犬，想要拉拢我们加入神剑宗？别说是你，就算是范建亲自前来，我们也不会理睬。范建？范建是神剑宗的哪个？这是你大徒弟的名字，神剑宗宗主。大哥，你在神剑宗待了也有一阵子了，你不知道？好好的，怎么叫范建这么个名字？大哥，我听的时候也有这种疑惑，所以我去找范建问了一嘴。他说他原本叫范林，你说这个名字不好听，给他改了个范建，寓意他在剑道方面能够有更高的成就。当然，我觉得并不是这个原因。至于什么原因，我觉得你自己应该很清楚。好像更尴尬了。难道此人当真是范建的师傅？可范建的师傅怎么会只有半神境修为？隐藏吗？此人绝对是隐藏了修为。可从来没有听说过范建还有一个如此强大的师尊呢。莫非是他的师尊最近刚好回到了剑元界域，之前一直都在其他界域修炼吗？那此人究竟是什么修为？神将之上吗？那个，您真的是范建范宗主的师尊？怎么，你们觉得不像吗？若不是看你们几个是可造之才，真以为我会站在原地让你们肆无忌惮的动手？我若出手，你们非死即伤，这并非我所愿。多谢前辈手下留情，我们想知道前辈您这番举动究竟意欲何为？您是打算吞并天神阁吗？你们未免太小瞧我了，也太看得起天神阁了。说实话，天神阁我并没有放在眼里，无非听闻天神阁和神剑宗有些恩怨，便第一个选择了这里罢了。况且，我确确实实有一位故人出现在了你们这里，我要做的是将神剑宗打造成剑元界域第一势力。天神阁不过是一个开始。陈长安的话让5个人都有些动容。若当真如此，加入神剑宗绝对不是坏事啊！而且越早加入越好，这样他们的地位也会相对高一些。我等愿意加入神剑宗，追随前辈。同意了。这个结果比陈长安想象的快多了。没想到这几个人这么好忽悠啊！孺子可教，起来吧。多谢前辈。前辈，不，我们如今已经加入了神剑宗，不知道我们应该如何称呼您？哎呀，这还不简单吗？我大哥乃是神剑宗师祖，乃是老祖般的存在。你们加入了神剑宗，称呼师祖不合适，叫声老祖很合理吧？是，这位狗兄说的对，我们称呼老祖很合理。呸！谁是你狗兄啊？你怎么还往自己脸上贴金呢？告诉你，这是我大哥，你觉得你跟我称兄道弟合适吗？这老祖怎么和这玩意儿称兄道弟？这也太有失身份了吧？难道说到了老祖这般境界的人，已经不在意世俗的看法，不在意他人异样的眼光了吗？我说你们几个这什么表情啊，什么眼神啊？怎么着？我很丢人，不丢狗吗？不，狗，老祖，这得怎么称呼啊？大哥，我能自己做主吧？听到大黄的话，陈长安点了点头。行，那以后你们就叫我大爷。那就这么着吧，以后他就是你们大爷。好的，狗大爷。知道了，大爷。啊？怎么听着感觉好像在骂街呢？从今天开始，这里彻底的改名了。你们几个人继续负责这里，在神剑宗同样是长老之位，你们有意见吗？没有意见，听从老祖安排。很好，那些人交给你们处理了吧。这些人并不难处理，同意的就留下来一起加入神剑宗，不同意的直接斩杀便是。云瑶，你联系一下范建，让他带人过来一趟，熟悉一下。
我去看看沈木舟那小子。好。陈长安身影一闪，下一刻已经来到了沈木舟的附近。挺卖力啊，是个好矿工啊。大哥，你终于来了啊！不，你简直就是我亲爹啊！我可没有你这么没有出息的儿子。对，我不配。行了，少整这肉麻的一套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不再是奴隶了。不过，我打算继续让你留在这里，一方面先好好修炼，另一方面，也是让你负责在这里当个监工之类的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果真吗，义父？啊，不叫亲爹，叫义父了。我去，我当大哥了！小蚯蚓突然冒了出来，一脸兴奋地看向沈木舟。大哥，二弟，大哥，我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。不知道的还他妈以为这是亲哥俩呢，演的可真像。你们听着，从今天开始，这里不再是天神阁的地盘，而是属于我神剑宗。我个人和神剑宗都不是很喜欢奴隶，所以从现在开始，所有奴隶都可以摆脱这个身份，而且你们将不再只是普通的矿工，而是我神剑宗的外围成员。你们工作的效率越高，获得的好处就越多。若你们修炼有成，自然而然也可以正式的加入到神剑宗。陈长安的话让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。你真的可以做主吗？这位乃是神剑宗师祖，他的话自然可以做主，你们放心便是。啊，对了，这个，对，就是我，我是义父的好大儿。义父的好大儿，不是朋友吗？这关系这么复杂的吗？看到那5人眼神之中的疑惑，陈长安直接说着：“人格魅力太大，我也没有办法。以后他还会留在这里，在修炼上，你们多指导指导，也让他参与到矿场的管理之中。”陈长安的吩咐，5个人自然是不敢怠慢的，于是连连点头。好，接下来就是等神剑宗的人过来之后，你们也把我的话转述一遍。至于后面具体怎么实施，你们商量着来。老祖，您现在就要走？不急，休息一天再走。对了，天神阁的矿脉应该不止这一处吧？有，还有15处矿脉。天神阁除了矿脉之外，还有什么产业吗？有，但是主要的产业其实就是矿脉，毕竟神石才是硬通货，其他的产业收入并不如神石矿来的多，但有总好过无。我觉得没有必要对那些产业动手，不值得浪费时间。听到对方的话，陈长安点了点头。把这15个矿脉的位置告诉我。对了，你们这里神石多不多？上交了吗？还没有，矿脉一般都是半年上交一次，距离下一次上交还有1个月，所以目前还有5个月的存货。5个月的存货，那应该也不少。都先给我拿过来吧，我修炼需要。好。随着陈长安他们开始投入到修炼之中，矿场也恢复了正常的工作。只不过这一次，就连这5名天神境的强者都没有想到，如今这些人工作起来会如此的卖力呀，生怕有人的工作效率超过自己，获得的奖励超过自己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他们5个人对于陈长安越来越敬佩呀，甚至可以想象，在这种攀比的工作状态之下，产量会是原来的数倍之多。啊，突破了！这还没等几个人惊讶多久，大黄和小蚯蚓也相继突破。不过15天的时间，木鱼瑶竟然将修为直接提升到了凡神境6重。你当初从准神境巅峰突破到凡神境6重，花费了多久时间？以我的认知，凡神境的突破，一般人突破1重需要5年到10几年不等，有天赋的人3年左右，天才大概需要1年。当初我突破的速度还不算慢，但差不多也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，才从准神境巅峰突破到凡神境6重。当初咱们在天神阁，我记得天神阁最优秀的天才，当初是用了5年的时间，就是这样，都已经让天神阁的人震惊了许久，更是被称为万年难得一遇的天才。但是和现在的情况比起来，这算个屁的天才呀！不能同日而语，师祖母乃是超级妖孽，就算是万年难得一遇的天才，也不配与之相提并论。不错，当是如此，就是老祖的突破怎么会这么慢？15天的时间，竟然只是突破到准神境3重。其实按理说不慢，只不过比较之下，反而显得慢了许多。哎，等等，准神境3重，老祖的修为竟然只有准神境3重！突然5人震惊地对视了一眼。可如今，难道是被忽悠了不成？他真的是神剑宗师祖？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？我怎么感觉咱们好像是被忽悠了？
那现在怎么办？一条路走到黑，还是……算了，都已经选择了臣服，一条路走到黑吧。妈的，赌一把！就算他不是神剑宗的师祖，他们这样的天赋，以后的成就也差不了多少。对，况且神剑宗的人估计也快到了，咱们何必急于这一时？是真是假，很快就会知晓，不是吗？5人的选择同样间接的救了他们一命。陈长安虽然在修炼，却留了一个心眼儿，一直在注意着这几人，担心的就是他们会反水。你们应该为自己的选择而庆幸。老祖，您出关了？神识用光了。用光了？已经过了15天了，我们也该离开了。好好努力，范建来了之后，告诉他，按照我走的路线，安排人准备接收那15个矿场就好了。好，我们会告知宗主的。吩咐好了之后，陈长安便带着穆云瑶他们直接离开了矿场。义父，你可要想我呀！我是一定会天天想念你的，你可千万不能把我忘了呀！陈长安的沉默和不回应，也让沈沐舟十分的伤心呢。这是真要把我忘了呀！看来我得好好努力了，不然连当个义子都不够格了。半年之后，天神阁，谁能告诉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好几处矿场都没有上交神石？怎么都不说话了？你们平时都是干什么吃的？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你们难道就没有提前发现，提前去询问一下情况吗？你们难道不知道这一次神石对我们天神阁的重要性？不知道我准备做什么吗？都给我说话，哑巴了吗？阁主，这往日里从来都没有出现过问题，我们也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不清楚？这就是你们给我的答复？怎么不和矿场那边联系啊？联系不上。什么？联系不上？5个都联系不上？是的。好，你们做的真是太好了。是不是这么多年的安稳生活，让你们已经彻底的失去了警惕性？还需要我吩咐怎么做吗？我这就亲自前往这5处矿场查看情况。还不快去！是。师兄，师尊的掠夺速度太快了，咱们神剑宗的人手明显已经有些不够用了。若不是师尊拉拢了不少原本天神阁的强者，真的要超出咱们的能力负荷了。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天神阁那边若是发现了异常，咱们要如何抵挡？这便是咱们神剑宗底蕴不同所导致的结果。就算是突然之间拥有了这么多的资源，咱们也很难守得住。为今之计，只能够看师尊后面会有什么样的应对了。对了，师尊如今到了何处啊？距离师尊上一次和我们联络还是1个月之前。以师尊的速度，按理说应该早就跟我们联络才对。剩下的5处矿脉，难道有什么难度不成？曹墨恒的话刚刚说完，陈长安那边便传来了消息。见过师尊。不用这么客套，剩下的5处矿脉我已经全部拿下了。不过这几个地方的人有点难搞，所以我就全部干掉了。这一次你要多派一些人过来接手。师尊，我现在就安排人过去。不过已经过去了这么久，天神阁那边应该已经有所行动了。我担心以咱们神剑宗的实力，怕是没有办法守得住。我们要怎么做呀？不用担心，这一点我早就想到了。我现在就去处理这件事情。记住，你们的任务就是尽量开发越来越多的神石，越多越好。你也知道，我修炼需要的消耗确实大了一点。是，师尊。那您现在是打算去天神阁？师尊，您可千万要小心呐！担心个屁呀！天神阁比神罚还厉害不成？这是我多虑了，还请师尊干死他们这帮王八蛋。阁主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准备启程了？若是再不出发的话，恐怕咱们时间上有些来不及了。难道我会不知道吗？现在矿场那边的情况一直都没有消息，你让我如何安心的离开？况且这一去怕是不知道要多久的时间，我若不在，真有什么问题，天神阁怎么办？阁主，您的担心我很清楚，但这万神大会可是10万年才举行一次，若是错过了，又要等上10万年才行。启禀阁主，有人求见。谁啊？神剑宗之人。神剑宗？不见，告诉他哪儿来的回哪儿去，老子现在没心情搭理神剑宗的人。要是不走，你们随便处置，杀了也无所谓。神剑宗还没有那个胆量，为了一条人命就跟我们天神阁开战。阁主，他说他知道咱们天神阁矿场的问题，是来给你报信的。报信的？自家的矿场出现了问题，一个神剑宗的人过来报信，不对劲儿，这他妈恐怕是没憋好屁呀！把人带过来，希望神剑宗不要自寻死路。哼！
当陈长安出现在天神阁阁主面前的那一刻，天神阁阁主也愣住了。准神境，神剑宗居然让一个准神境的人过来，你们神剑宗如今倒是猖狂的很呢，就派你这么一个人到我的天神阁，有胆量，有气魄。你说，你知道我们天神阁矿场出了什么问题？你们天神阁的15处，哦不对，应该是16处矿场，如今都已经不再属于你们天神阁了。这6处不是5处有问题吗？怎么变成了16处？这岂不是说明天神阁所掌握的所有神石矿脉都出现问题了？你说什么？我天神阁16处矿脉全都出事了？是谁？谁有这么大的胆子，居然敢对我们天神阁的矿脉动手？我纠正您一下，现在已经不是你天神阁的矿脉了。至于是谁，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就是我。你？哼，就凭你？不要说是你，就算是整个神剑宗出手，他也吞不下这16处矿脉。你觉得你凭什么？凭你实力弱，简直是笑话。小子，我看你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吧，居然敢跑到我这里来胡说八道。对了，刚才还有一件事情忘了告诉你，你派出去的那些人，一部分死了，还有一部分已经投靠了我神剑宗，不用再等什么消息了。你呢？要不要加入？此话一出，天神阁阁主脸色巨变。丢了16处矿脉，又损失了那么多的手下，可能吗？这真的可能吗？神剑宗什么时候拥有这样的实力了？甚至这小子居然还想让我也臣服神剑宗，做梦！小子，我不管你是谁，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，让我投靠神剑宗，少做梦了。今天我倒是要看看你究竟有什么本事在这里大放厥词。你们的阁主已经死了，现在摆在你们面前的有2条路。第一条，随你们阁主而去，我负责送你们一程。第二条，加入神剑宗，从此以后，你们就是我神剑宗的人。不知道各位如何选择呢？我想知道加入神剑宗，我们能获得什么？你们能获得什么？以后会有什么不好说，但现在也可以活着。我加入。我也加入。看到众人都选择了臣服之后，陈长安满意的点了点头。日后你们会为今天这个决定而感到高兴，用不了多久，你们也会看到神剑宗将会成为什么样的势力。以后会有很多人羡慕你们能够这么早的加入到神剑宗来。你们以前是什么身份，加入神剑宗之后依然是什么身份。但我要你们记住一点，若有二心，形神俱灭。前辈放心，吾等绝无二心。你们天神阁的资源都放在什么地方了？所有全部给我拿过来。资源？回禀前辈，天神阁内大多数的资源都在原阁主手中，如今剩下的只是维持大家平日里修炼所需。在阁主手里，那不就是已经在我手里了吗？你们这阁主还真小气，把东西都放在了自己身上。前辈，您有所不知，阁主将这些资源带在身上，是为了参加万神大会，只不过现在看来还没有机会了。万神大会？陈长安并不知道万神大会，于是问着：“这万神大会是什么？”前辈，这万神大会是……听到对方的讲述，陈长安这才明白，这所谓的万神大会就是一个大型的交流会和交易场所。你的意思是，在万神大会能够获取到很多的资源，而且参加的人也很多？不错，除了一些真正瞧不上万神大会的顶尖势力之外，但凡有点实力的都会去。万神大会什么时候开启？地点在哪里？还有3个月就要开启了，地点就在万神城。这是为了万神大会特意建造的一座城池，若是现在前往的话，大概需要2个多月的路程。我很好奇，没有连接万神城的传送阵吗？没有，任何势力都不得在万神城建立传送阵。至于原因是什么，那我们就不知道了。您是担心时间上来不及，还是不喜欢飞行啊？您可以选择乘坐飞行神器，只不过飞行神器这个东西在剑元界域还是很稀缺的。我们天神阁并没有，但距离天神阁不远的云阳城有炼气师分盟，他们有飞行神器，接受雇佣服务，只要支付神石就可以了。速度虽然不能说特别快，但舒适性很好。飞行神器，从现在开始，这里就由你负责，一切如常，曾经怎么样，现在就怎么样，后续如何发展，你们商量着来。是，前辈。慕云瑶和大黄他们在这段时间一直都处于修炼的状态之中。当陈长安找到他们的时候，慕云瑶的修为已经突破到了凡神境9重，速度之快，就连陈长安都感觉到有些惊讶呀。云瑶，你觉不觉得自己的修炼速度有点快？我也觉得快了一点，
修炼起来似乎什么瓶颈都没有，一切水到渠成。虽然功法占据了很大的功劳，但我觉得并不完全是因为功法。到了神域之后，我觉得我的身体似乎也发生了一些改变，但我说不好是什么改变。体质发生了变化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上一次咱们两个同房之后，所以导致身体出现变化了？陈长安的话让莫云瑶脸色一红，不过仔细想想，自己察觉到身体有变化的时间段，好像还真的是和陈长安同房之后啊。干这事还有意外的收获，早知如此，当年在太玄界就把陈长安睡得多好，说不定现在我的实力就不止于此了。浪费，难怪慕容两姐妹在和陈长安有了亲密接触之后，有了巨大的改变，尤其是怀孕之后不修炼，那修为都是蹭蹭蹭的涨啊。陈长安，你还真是浑身都是宝啊！要不然你再创造一个双修的功法怎么样？这样一来，我的修为是不是提升的就更快了？炼气师分盟在云阳城乃是人尽皆知的存在，陈长安不过是稍微的打听了一下，便得知了位置。您好，请问您是打算打造神器，还是乘坐非洲？乘坐非洲？那请您跟我来这边。啊，非洲不在这里，那这里怎么还会有这么多人？都是过来打造神器的。对方似乎看到了陈长安眼神之中的疑惑，所以笑着说着：“这些人都是来打造神器的，毕竟我们这里质量有保证，而且绝对不会出现任何欺骗的行为。大家放心，自然而然来的人也就多了起来。毕竟在炼制神器这方面，谁能够比我们炼气师联盟更有优势呢？”这么说来，在剑元界域之中，神器这个东西还是比较吃香的，和炼丹师应该相差不大吧？没错，不过说到底，我们的存在都是辅助性质的，但必不可求。就好比这非洲，除了我们炼气师，没有人能够打造，而它的实用性就不用我多说了吧。不仅仅可以代步，好的非洲更是同时兼备防御和攻击的本领，尤其是界域之间的往来，更是离不开非洲的存在。看得出来，在神域之中，非洲的实用性确实很大，而且还兼备了防御和攻击的能力。若是可能的话，陈长安也打算搞一个。这里就是乘坐非洲的地方，我们这里只有下品非洲和中品非洲。下品非洲一个人单程的费用是1万下品神石，中品非洲一个人单程的费用是1万中品神石。你们想要乘坐哪一个？对了，你也要把目的地告诉我一下，我看看有没有最近就可以出发的非洲。要知道这非洲一次性可并不只是接受1位客人啊，如果是100人，岂不就是100万中品神石啊？这暴利呀！炼气师联盟这也太会赚钱了吧？他们3个不是人，是不是可以不用费用？这怎么还玩文字游戏呢？但是他们会占用。对方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大黄跳到了伊陀的背上，小蚯蚓直接骑在了大黄的身上。就算占地方，我们也只能够占一个地方，最多出1份钱。大黄他们3个的操作，属实是把对方给看傻眼了，一时之间竟然不知道应该如何应对了。你先去忙吧，剩下的事情交给我就好。是，他们可以算1个人的费用，这事情我可以做主。你们要去什么地方？万神城。万神城？一个准神境要去万神城参加万神大会？还是说对方隐藏了自己的修为？前往万神城没有下品非洲，只有中品非洲。3万中品神石，你们能够承担得了吗？什么时候可以启程？半个时辰之后就可以。好，就3万中品神石。半个时辰很快就过去了，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之下，陈长安他们来到了乘坐非洲的地方。上了非洲之后，陈长安仔细的打量了一番，越看越是喜欢。用这东西出行确实很方便，什么都不耽误，该修炼修炼，该……诸位，你们手中都有一个编号，你们应该看到了吧？这是你们相对应的休息室，距离万神城我们需要2个月的时间才会到达。这2个月，你们可以选择留在休息室之中。当然，若是无聊，你们也可以来到这里看看风景。我们在休息室之中为大家准备了一些食物，希望各位不会嫌弃。不得不说，这乘坐非洲花费虽然不少，但确实物有所值。真的要创造双修的功法吗？我觉得不用这种功法，频率多一点，应该效果也不错吧。可是如果有双修功法的话，会不会效果更好一点？那就别耽误功夫了，直接来吧。一边做我一边研究，这样可能创造出来的功法效果更好一些。好，我要用这2个月的时间突破到地神境。我尽力而为。陈长安一边辛苦劳作，一边分心创造双修的功法。不过是几天时间，便已经将双修功法创造了出来。转眼1个月的时间过去了。
果然是大补，以后再也不用担心修炼的速度太慢，没有办法追赶你了。如今在这剑元界域之内，我的实力应该也不算是很弱了吧？应该不算弱了，开宗立派都没有问题。那要不咱们……陈长安的话还没有说完，突然感觉到非洲出现了剧烈的晃动。自从非洲出发之后，这段时间一直都十分的平稳，在稳定性上面十分的出众。可突然之间怎么会出现如此剧烈的晃动呢？大家不要惊慌，应该是有人在袭击我们的非洲。这种事情经常发生，我们应付得来。袭击？竟然有人袭击非洲，当真是飞天大盗吗？开着非洲出来打劫，什么情况？我想起来了，他们是飞天盟的人，专门以打劫非洲为生。飞天盟？我怎么没听说过？一看你就不经常乘坐非洲。这飞天盟十分的神秘，没有人知道飞天盟的总部在什么地方。据传闻，飞天盟之所以神秘，是因为他们一直都乘坐着非洲，行踪飘忽不定，所以并不容易寻找。没有人知道飞天盟为什么要针对非洲，但确实炼气师联盟有不少非洲都是被他们破坏，甚至是抢夺。没想到这一次居然被我们遇见了。飞天盟，一左一右两座非洲，突然同时间对着陈长安所在的非洲发起了进攻。而非洲在遭受到攻击的那一刻，外表会形成一道能量屏障，抵挡对方的攻击。这东西确实很不错，如果是我来打造的话。陈长安突然想要自己动手打造一座非洲了，毕竟他还有一项十分鸡肋的能力，一直都没有动用的，那就是法则缠绕。真是没想到，这个能力终于有用武之地。当初陈长安获得这个能量的时候，就做过两件事情，一个是为大黄量身打造了一个狗笼子，可惜留在了洛神宫；再就是弄了一个狗链子，不过呢，也早就已经废弃不用了。大哥，都是中品非洲，两座攻击一座，真的能够抵挡得住吗？不清楚，不过我看对方似乎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。这非洲攻击，应该是在非洲本身，就是布置了防御阵法和攻击阵法，强弱就看双方阵法上面的比拼了。但炼气师联盟这一套买卖，怕是要赔本。不管是开启防御阵法还是攻击阵法，都需要大量的神石作为能量源。如果对方一直攻击下去，这一趟别说赚钱，赔得少就算是万幸了。就在陈长安他们闲聊的时候，对方的攻击并没有停止。然而下一刻，陈长安突然眉头一皱，他们所乘坐的非洲防御阵法似乎已经出现了问题。再这么下去，恐怕很快便会失去防护阵法的保护。护卫队呢？你们非洲都不安排护卫队面对这种突发情况的吗？妈的，老子可是花了神石的，你们就是这么负责的吗？神呢？你们难道不应该出来解释解释现在的情况吗？诸位不要惊慌，我们正在巩固防御阵法，放心，绝对不会让各位有事的。这一点，我们炼气师联盟一定可以保证。我想问一下，他们攻击非洲的目的是什么？非洲上面有什么值得他们抢夺的吗？有，你们就是最值得抢夺的。看样子，万不得已的情况下，咱们还得自保。大哥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对，义父，我们回去等你的好消息。听到有危险，大黄他们三个跑得最快，因为他们同样清楚，留在这里也帮不上什么忙。转眼过去了3天时间，虽说炼气师联盟这边的人正在极力的修复受损的阵法，但对方来势汹汹，似乎不达目的绝不罢休。你在想什么？你说这两座非洲上面都有些什么呢？有些什么？当然是飞天盟的强者。突然，慕云瑶心头一动，似乎明白了陈长安的意思。你是打算反抢？不错，既然他们可以抢，我们为什么不可以？别的不说，这可是2座中品非洲，应该值不少钱吧？这小子疯了吗？能不能别在这吹牛啊？还反抢？你觉得你能够抵挡得住那2座非洲的攻击吗？你觉得你攻得破他们的防御阵法吗？知道中品非洲为什么价格高，有人愿意乘坐吗？是因为哪怕是天神境巅峰，也不能够随随便便的攻破非洲的防御。不过是准神境而已，居然敢说出来这种话，就不怕被人耻笑吗？就算我是吹牛，也总好过有些人在这里无病呻吟抢得多。你们怕，不代表我也怕。谁说我们怕了？我们只是对于这一次的遭遇十分的不满意。不错，我们提出来一些不满的意见，有问题吗？我们支付了神石，炼气师联盟就有责任保护好我们的安全。我们不是怕，只是在指责你，懂不懂？云瑶，你先回去等我吧。不用，我在这里等你就好，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。好。陈长安点了点头，随后在众人不解的目光之中，竟然直接向着左边的非洲飞了过去。傻叉，防御阵法没有解除，他什么情况？他怎么出去的？这防御阵法难道已经消失了不成？被飞天盟的非洲攻破了？可明明感觉得到阵法还在，为什么？众人此时都是一脸懵逼。
而陈长安的突然出现，也让飞天盟的人是充满了诧异。准神境，你怎么进来的？当然是凭本事进来的。问一下，你们出来打劫，应该不会带太多资源吧？啊，这是什么问题？出来是为了打劫资源，谁会带着资源去打劫？这么简单的道理还用问吗？那你们打劫应该不会只是打劫一处就回去吧？我直接点，你们这儿资源多不多？我最近手头有点紧。手头有点紧？这小子是他妈跑过来打劫的，打劫专业户被人打劫，有趣，当真是有趣。从来都是我们飞天盟抢别人，还真是第一次见到有人想要抢我们，而且还是一个准神境。小子，你还真是有胆量，我看你不错，不如加入我们飞天盟如何？是个好苗子。不如这样，你们把东西都交出来，然后脱离飞天盟加入到我的阵营怎么样？咱们以后一起干。